葛大神，仓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朝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仓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仓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和部分武器，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朔漠兵取道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只有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名声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？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用其一破城，当然如饿狼见肉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，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正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防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，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更容易取信于人。葛大神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必会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，
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中书、葛大婶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义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得令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大帅，可往东西两门率先发起进攻，而后我等率领主力一举攻破北门。报，在望城南门抓到一个奸细。将军，我特来献望城布防图。城内共500守军，皆装备陈旧，疏于训练。望城城外东侧水源已被切断，1日内便会完全干涸。城内粮草皆屯于南城，此时南城守卫最少，我们若从南门进攻，可迅速拿下望城。你一个叛军之将，为何要帮助我们？我梁氏全族皆因宫变，无辜惨遭流放，大仇皆视我为草芥，我又何必为他守节？那你所求何物啊？若顺利攻破望城，我愿助将军攻打云中郡，取楚灵儿代之。调虎离山，你们是想引我们去南门呐？啊！诡计多端，当杀！主帅，师傅来报，我城粮草都运往南门集结。带下去。传令，东西驻军各调一半去南门，速速从南门破城。是。主帅，粮草起火，大手烧了我们的粮草。什么？中计了！中计了！重点是点亮，
今晚必须焚声夺粮。是。上！将士们，随我出动朔漠大营。苏木退兵了，此战歼敌2000，我军折损300，中将军已率兵回城。好，太好了。谢燕来呢？还没有消息。我答应过你，会活着回来。
阿九这手，杀人时稳，上药却斗得恋爱。我没唬好你。不必在意。我很在意。以前是军令，可现在是职责。那以后呢？以后再说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护你周全。铁英退总，你爹那里安全？多谢婶子。当您这般照顾，为了护我，苍木寨舍了不少兄弟。这等大恩，楚昭无以为报。苍木寨经营下护你周全，自当说到做到。铁英虽退，但萧南郡势必会增派兵马。你们尽早离开吧。且慢，这是我阿爹给我的玉佩，待此番事了，我回到楚都，苍木寨可凭此玉佩向我讨封。好。真是块好玉。来，先把药喝了。再来个这个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看你的眼神有些古怪？他没恶意，但确实古怪。铁英应该已经逃回萧南郡了，萧巡的人应该还会再来，此地确实不宜久留。不错，我们尽快离开。寨主，经此一战，我们折了3个兄弟，还有7人重伤，回了东面3处陷阱，需要重新布置。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走。要准备走了？辞行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剑也已经到过了。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：当年我阿爹剿匪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听真话。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，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。若真是误会，木棉红为何不解释，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？若你们不肯说，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。你了解你阿爹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阿爹，他是大楚战神，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，人人都敬仰他，崇拜他。也包括你在内吗？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？不喜欢。为何？
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，是云中百姓的英雄，是大楚的英雄。但我想要的，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，会给我雕木头娃娃，会陪我看烟火，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，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但好像这些都没有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？我娘应该很好吧？我阿爹说，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，满腹诗书，琴棋书画皆是一绝。可惜我见不到了。我娘去世的早，自我懂事起，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。有时我想，我娘要是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，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，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，依然视我如珍宝，处处都护着我。但好遗憾，我娘不在。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，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。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，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。那你想象中，你阿娘长什么样啊？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，她一定是个眉如远黛，眸若秋水，肌肤胜雪的女子。丫头，无论你娘长什么样，你阿爹爱你，胜过自己的性命，这件事从未改变过。韩昭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？没错，这就够了。你娘也一样。属下无能，没能完成任务，实则恕罪。我们的人马呢？草木寨地形诡谲，竹林中机关密布，我们的人马这算过半。但属下已摸清他们的布防，请准属下带兵再攻。楚昭不会蠢到站在那儿等死，他急着返回云中郡，断不会在草木寨久留。草木寨去往云中郡，毕竟王城。既然草木寨是块硬骨头，那我们便到前面去等他。草木寨据守草木林要道，若被楚家收入麾下，那楚林就更难对付了。
铁爷，传信说梦，就说我想跟他们大王再做一笔买卖。恭喜陛下又赢了一局。你说，阿昭姐姐会不会有事啊？陛下别担心，长公主走之前，奴婢卜了一卦，长公主此行啊，定是遇难成祥。陛下，三舅舅，你这么晚来，是不是姐姐和舅舅出了什么事？你言来舅舅武功很高，会照顾你阿昭姐姐的，不要担心。只是这楚宁将军擅自斩杀朔漠使者，恐引来祸端，而且他旧疾复发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。那日朝堂上，太傅说过，若楚将军出事，朔漠会起战事，所以边郡需要早做准备。正是如此。这云中郡20万边军，关乎我大楚命脉。若朔漠趁虚来犯，阿宇，你敢不敢一战？孤必然要迎战的。大楚从不惧于战。好，那三舅舅再问你一件事：如若楚林身死，这20万边军该交给谁来统帅？燕来舅舅，他武功很厉害。那陛下就先准备好诏书，也好早做打算。陛下且慢。谢大人真是急性子呀。陛下，兵者，国之大事，当朝议，而非谢大人私下怂恿。太傅，是想贻误边关战机。太傅掌印，未得臣用玺，此诏无效。调兵需3省共议，您这任人唯亲的性子，该改改了。